难看啊。是啊。真的打算去投行了吗？嗯。其实我高中的时候一直都很崇拜你。因为你数学、物理一直都满分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同学大概以后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科学家吧。那样的话，我也会感到很荣耀吧。作为你同学，可能会让你失望的。不会啊，投行也很好啊。我觉得你不管做什么都会很厉害。曾经有人说过，我很自私。明明有能力可以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却自私的为了自己所谓的理想，让家人牺牲。那你应该告诉那个人，不好意思，我就只有这个能力。你想啊，如果不像你现在这样，哪方面都能做得很好，只能做好一样的话，其实按照大众的标准已经很优秀了吧？还会有人说你自私吗？那个说你自私的人，肯定是因为你能力种类实在是太多太优秀了，怎么能因为你优秀而怪你呢？我觉得我的逻辑可以啊，不对吗？对，你这么聪明，说什么都对。那是。没想到有一天我们还会聊这些。是啊，相比之下，更奇怪的是，有一天我教你打游戏，不是被骗的吗？哎，对了，为什么是80个英雄总教头？王者不是100多个英雄吗？哎呀，你强迫症吗？你非要我解释？因为剩下那20个我不配学啊，比如说李白、婉儿、司马懿、诸葛亮。我不数了，数下去都要伤自尊了。也是。哦，乔小姐只是没有时间练习他们。那当然，本来就是。你说你下个月投行，大概是什么时候啊？大概中旬吧。那你一直可以教我打到比赛。可以。我们已经算是朋友了吧？当然。增肥上新计划开始，我们的目标是10天之内上新药，30天之内体重增加5斤。
哎呀，你别那么激动嘛，是我的计划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我执行的太饱满了而已。我看是你太饱满了吧？你不是跟我说30天体重慢慢长上来吗？怎么1个星期就胖了5斤啊？体重的事情是我能说得准的吗？他难道没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灵魂吗？你给我控制住好吗？你别30天给我胖15斤，回头那个博主又该骂你了。放心吧，我用小号看了，他最近被人拍了路透，起码胖了10斤，多大的脸啊，还敢说我？你这个体重计划这么饱满了啊？排位上新计划怎么样了？那就更饱满了，已经算11了，星耀指日可待。这么快啊？于老师带你的吧？怎么可能？我都是单排。于老师他可冷酷了，我连续遇上坑爹队友10连败，他都不带我。哎呦，我今天晚上吃完最后一顿大餐，我就开始控制，过来。不是我，这个臭丫头。单排时，你会遇见各种情况和队友，有利于培养个人能力，而且比赛的时候你会有2个路人队友，你并不知道他们的水平，所以要先做最坏的打算。哦，还有，上局排位是你坑了别人，不是队友坑你。有2次团战，队友还没跟上你就开团，太急了。我录下来了，过来看。等一下，我再去称一下体重。刚才是早上空腹数据。吃完午饭居然已经96斤了。虽然说明天早上一般会下降点儿，但是如果晚上继续大餐的话，搞不好我会虚增到97。那晚上订好的餐厅到底要不要去吃啊？好久没出去吃了，可是作为一个女明星，怎么可以97斤啊？刚才我有一点太硬。这样，如果晚上5点半之前我能上星耀，那我们就还是到外面去吃。但是从明天开始绝对不能再这样了。过来看上局的排位录像，快！将来你的孩子肯定很可怜。快点！今日彼此对战的时候，你俩成长胜利比较多，这2回合尤其要注对方大力分享和结合经济，对方战争1到4，经济大概在7%左右。如果你不确定他们在哪，建议倾听，要过于深入。那我怎么知道他们在哪儿啊？上次我跟你讲过，打野的思路和一些关键位置。我打的时候就忘了。你多被抓几次，会记住的。接着看。明白了吗？明白了。你怎么能找出这么多问题的？你比赛的时候有上千万的观众，只会看得比我更仔细。好吧，那我开始排位了。你上星耀还有4颗星，现在离5点半还有1个半小时，基本上只能胜不能败。开始吧，5关战。天美啊，看在我是你们代言人的份上。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哎，对方怎么有人挂机呀？我家打野有点厉害啊，居然5个人头了。接着来。你看，我是 MVP，33%的输出。别骄傲。还有一局。对方中单和打野好像吵架了，站着被我杀。
生了什么？不是说晋级赛很难吗？看来天美想让他们代言人多吃点儿。我们去哪吃？怎么这么多人排队啊？我记得这餐厅以前也没这么火呀。好像前阵子评上米其林了，不过我们定了位置的，不用等。晶晶、袁老师，你们先进去，我去品牌还个东西，一会儿再来找你们。好，你先。我也是这么想的，省得你害得我被拍。你好，周小姐订的位置啊，里面请。谢谢。这是朱小姐订的包厢。我们多点几个菜吧，如果吃不完就打包给好花，有好几个味道我都想尝尝。晶晶，我想请你帮个忙。什么忙？我碰见了我的老师和师母，他们也在门口等位，但是呢，前面还有10几桌，所以可不可以把这个包厢让给他们？啊，我请你到别的地方吃。可以是可以，但为什么不能一起来吃啊？你不介意？我为什么要介意啊？我请他们去。老师、师母，来。你好。啊，这是我的高中同学乔晶晶。晶晶，这是我的老师张教授，和师母王教授。张教授好，王教授好。你好，你好。来来来，坐吧坐吧。这边请，坐这边就好。您请坐。好好好，小姨呀，你什么时候有这么漂亮的一个高中同学呀？啊，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样啊？今天是师母的生日啊？没有，今天是我和你张老师我们2个人的结婚纪念日。每年我们就在这个饭店，我们吃一顿饭。其实今天我们也是定了位的，但是到这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找不到我们的定位记录了。生意好啊。老师，今天是您2位的结婚纪念日，那我们就……没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和张老师我们2个人就喜欢热闹，有你们2个人陪着我们吃饭，还有这么漂亮的小姑娘，我们还真是求之不得呢啊！好，那今天我来安排。啊，不用了，我们在这儿吃了几十年，哪个菜好吃我最清楚。你们俩今天就算是来蹭饭的啊！是你蹭人家的包房。服务员，你好，是要点菜了吗？对，冷菜1个熏鱼，花雕醉鸡，1个糖藕，还有个糟香四宝，就这4样。热菜嘛，红烧肉是肯定的，哈哈哈，再来一个油爆虾。再来，老师，会不会油了一点儿？得清淡一些。难得难得。再说你们年轻人今天在嘛，1个小豌豆，黄鱼面，就这些吧。啊，好的。没有出去玩啊，一直在上海。对，在上海有点事儿。
我正好要找你。玉图啊，你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解决了。我知道你和关在预研型号项目上受了一些打击，院里呢是保守了一些，但是你也要理解，我们一贯是保守着过来的，最要紧的是保成功，哪怕是多一些冗余。那会儿我们失败不起呀。但是如今的形势变了，国家变强了，我们的思路也该变一变，要鼓励年轻人去创新。之前你一时意气说要走，我也理解，所以让你先休个假，缓一缓冲动。其实这1个月啊，我也没闲着，跟胡所进行了多次探讨，院里的想法也有所松动了。你们的项目是未来啊，你和关在都是领导们很重视的下一代领军，我们不希望你们现在旧思维里一成不变。假期差不多了吧？回来以后和关在好好的再把你们的方案论一论，争取得到院里的支持啊。哎，你听见了没有？你是不是还想走啊？别再谈工作了，放松放松。啊，来，你让他说。你还有什么原因？老师，我离职是为了钱。我理解，这些年走了许多人，他们的选择我都能理解。我只是觉得有点失望啊，雨桐啊，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以为我们不说老一辈航天人一穷二白从零开始，就说你的同事关在，当年他在美国放弃高薪回来，我一直以为你会和他一样，也是有着自己的信仰和坚持。可是于途也是放弃过高薪的。于途和他的同事都是顶尖的人才，值得最好的对待。可是如果用他们的理想和信仰要求他们不顾一切的话，是不是有一点……是不是有点绑架？晶晶。老师，对不起，我们不打扰你和师母吃饭了。
你享受了这个社会最大的红利，不该对老师说出这样的话。你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不是乔晶晶，我不是女明星，我就可以说对吗？我只是想帮你说话。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你继续做一个航天设计师。为什么？晶晶，袁老师，你们怎么在外面啊？能不能麻烦你把刚才的照片删掉？啊，谢谢。对不起。别把你老师的话放在心上，他一时情绪了，我们都尊重你的选择。还有，别怪你的朋友，他说的话不无道理。谢谢师母。
鱼头 ，JX 号在轨卫星突发故障，不管你在哪里，立刻结束假期，用最快的速度赶到西北卫星测控中心。后备箱。怎么着？老胡一个电话直接过来了。先去所里拿资料，赶上了飞西安的最后一班飞机。哎，你怎么在外面？我从北京过来的，比你早到了一会儿。老胡说你也来，我就等着你一会儿。现在什么情况了？所里没细说。进去再说吧。两位是158所的同事吗？请出示一下身份证。这是2位的通行证，跟我来吧。好。这边。JX 之前一直运行正常，可是昨天夜里第一天过境的时候，地面站没有收到卫星的遥测信号。西北测控中心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咱们总体。地面站王发测控应答机发射谋划熄火飞机指令，连发了3次，还是没有接收到卫星所发出的遥测信号，直接失联了。切换到备机也没信号了。JX 卫星测控应答机的主备机是异构备份的，同时出现故障的可能性极低。可是已经发生了，咱们俩是咱们所先到的，其他参加过 JX 的同事甚至都有任务，明天才到啊。李主任，韩光、杨光，咱们158所的同事们到了。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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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2位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测控中心测控技术部的李主任，这位是我们测控技术部的杨工、韩工。158所关在 JX 总体主任设计师。158所玉图 JX 总体主管设计师。胡所在太原出差，还有其他工作没有忙完，最晚明天下午赶到。太好了，辛苦了，小吕啊。没有，接待都准备好了吗？招待所已经安排好了，你放心。先不急，李主任，我想先了解一下 JX 在轨的最新情况。来之前提交的昨天晚上第2圈、第3圈的指令单，发射后恢复下行信号了吗？是这样，入境的时候指令已经发送，但是现在我们仍然没有接收到下行信号，切备机指令盲发后均没有反应。相关的设计文件和图纸我们都带了，近期卫星的在轨遥测数据都准备了吗？我们都在电脑里准备好了。那就一块儿找找原因，找到了问题才能对症下药。哎，没事吧？岁数大了，稍微熬个夜就头昏眼花。以前搞机头啊，几个晚上就几个小时我都不用。我先睡了。又接到了部位用户的电话，国家投了那么大的一笔经费做卫星，现在业务中断了，部委一直在追问情况。我们是不是找找别的方向？别一直盯着应答机，也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另外，轨道有没有可能已经偏了？咱盲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上了。
电源分系统近期的在轨数据我都看了，遥测数据都在正常的阈值范围之内。轨道数据我也看过了，与预定的设计轨道吻合程度比较好。不过我和关总，我们是搞总体设计的，最终的结论还是要等电源和总体轨道设计师来了才能定论。没找到，但是找到一个可能性。走，去开会。高能粒子本来就是极小概率事件，何况能量大到同时影响2台产品，这有点太凑巧了吧？之前，大家一直在卫星本身的问题上打转，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所以我往外因上想了想，想到了关于前段时间看到的太阳风的预报，就去国际空间环境网上做了些查询，的确看到了相关信息。刚才等大家过来的时候，我和关总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最终的确定，还需要做大量的运算和仿真。这气的确是热备份，难道真的撞大运了？今年的确是11年一次周期太阳活动丰年，马上联系中科院空间组，让他们帮我们赶紧确定昨天 JX 号轨道空间卫星详细情况。好，我马上把通知过去。李主任，158所的胡所长和参与研制 JX 的同事们来了。哎呦，老李，哎呀，胡总，你提前到了。哎呀，抓紧时间办事儿，连夜坐车赶来了。咱俩就不寒暄了啊。JX 的最新情况怎么样？你看我这都气得快冒烟了。这激杠 X 是我转行政岗前最后一个信号，要是真的这么丢了，我这一辈子都过不去。胡总，你先定定神，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可能性，还在等确认。中科院那边回复了，的确在卫星在轨故障的时刻发生过太阳风暴事件。赶紧做仿真验证，确定卫星轨道以及故障时刻和太阳风暴的影响导致小高能电磁暴范围是否匹配。好。要多久能出结果？2个小时以内。那还来得及在今天抢救。总体轨道岗立刻进行对卫星轨道的计算，推算出后续卫星精准的过境时间。测控新务岗组织进行指令编写，电源岗符合之前星上的能量情况，确定是否存在供电安全。另外，太阳风暴只是目前看起来可能性最大的原因，但还要等确认的结果。其他人要想一想，会不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关仔，总体要随时掌握最新的进展，1小时给我一报。是。经过仿真验证分析，的确发现 JX 号卫星在昨天夜里第一次入境前，
恰好遇到了11年一次的高能粒子群，能量极大，2台测控应答机很有可能均受影响，同时发生了单粒子反转，影响了整个卫星的通讯系统。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制定好了抢救措施。我们应答机的接收指令功能是模拟电路大的，不会受到单离子事件的影响，所以在下次卫星过境的时候，同时忙发2台测控应答机，重启指令。如果卫星能够顺利接收指令的话，应该可以恢复电子设备的正常功能。各岗位注意，佳木斯站报告，卫星1分钟后入境。卡35卫星测控应答机发射模块双击重启指令，佳木斯站已发送。遥测了，卫星遥测已收到，信号正常，请各系统抓紧判读。卫星状况怎么样？自轨控分系统异常，没有3头反正对地，电源分系统异常，电源放电过量，与之前预想的耗电量有较大差异。我们之前考虑过高能粒子对于自轨控分系统的影响，并且针对这个情况制定了预案。电源分系统异常，应该也是受到了子轨控系统的次生影响，应该是因为太阳帆板在阳照区无法正常对日，导致电池放电加深。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尽快的降低卫星功耗，保证卫星的能源使用，以及尽快的矫正卫星姿态。现在按照预案发送指令，关闭所有不必要设备，减小用电量，同时发送卫星对日定向指令，使卫星帆板对日。卫星已飞出测控弧段，下一圈入境时间为20点03分。各岗位注意，昆明站报告，卫星已入境。根据遥测显示，子轨控分系统异常，卫星并未转入对日定向稳定模式。又要熬通宵了。把改好的合同发到我邮箱啊，最新版的啊。小朱，过来。这2天晶晶怎么回事啊？连着3天来工作室了。好像和于老师吵架了。于老师这些天都没出现。不会吧？不是挺好的吗？晶晶啊，告诉你个好消息，离岛那边的合约返回来了，条件还不错。而且呀，这个消息一传出去，来谈的电视剧报的片酬又涨了。我值那么多钱吗？啊？我是说，一个戏最多会拍5个月，我值那么多钱吗？当然值啦！你看看你拍的戏，电视台还有视频网站都抢着要，广告商也抢着植入，那电视台跟视频网站不亏，咱怎么就不值了？现在2线演员都敢要这个价格，何况你呢，是实打实的大1线。我不是跟他们比，那你跟谁比啊？
我想这些是不是太矫情了？哎呀，其实也不是矫情不矫情的事情。你想的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是你看看，现在市场就是这样，你不拿，别人也会去拿，而且啊，你不拿这个钱，你拍的片子，片方也会按这个价格卖，那差额去哪儿了？最后就到了投资方的腰包里面。真的不是矫情不矫情的事情，是你想这个事儿没有意义。那我再问你，如果说有一个戏来找你，片酬几千万，你会说不行，我只要几百万吗？不会。所以啊，你想这个有什么意思？我们就做好自己的，好好拍戏，别出幺蛾子，对得起人家的作品，对得起人家的钱，把我们该做的慈善实打实的做好了，这就可以了。你看看你干嘛呀，愁眉苦脸的啊？怎么忽然间想到这个了？于老师呢？那行吧，那我先走了啊。开心点儿。走了啊，有事给我打电话。你帮我看着他，要是万一有什么情况，打电话给我。我先走了。好，放心。这个数据再核对一下，对，然后记下来，啊。李工，先吃饭吧，食堂1点钟就关了，饭还是要吃的。我说这么眼熟呢，今天看见他的广告才想起来，那天你的那个同学是乔晶晶。师母，不好意思，才看见你的微信，是他。吃饭不叫我啊？啊？看你怕桌上睡着了，就没喊你，给你带饭了。就外边吃吧，透口气儿啊。这岁数大了不比从前，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忘快。哎，干嘛不叫点面？来西安不吃面，啊？油泼面、臊子面多香啊！哎，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吃啊？面条容易坨，讲究。哦，对了，刚刚出来的时候得到个消息，欧空局的地谷布拉赫号也受到了太阳风的影响，情况比我们还严重，已经宣布放弃抢救了。布拉赫号，去年才发生那个，据说是直接影响了供电系统，没救了。JX 也才发射1年多，原本的设计寿命是5年。任务还没完成呢，还有好多星星没看。我说你怎么突然这么文艺啊？我纠正一下，JX 呢是看地球的
这是玉兔号的微博说的，有个人跟我说过，你就是不学无术。你乐观点儿 ，GX 不会像布拉赫号，至少我们已经成功对日定向正常充电。这几天啊，一关一关的，真是够刺激的。我们想到了资轨控有可能出现异常，也没想到主分接口也坏了。哎，对了，目前对地定向的姿态机动只能靠背击实施，我们还是得把实施策略稍微优化一下。我回去了。哎，还没吃完呢。吃完了。工作狂。各岗位注意，佳木斯站报告，卫星1分钟后入境。可别在哪里有不对了。各岗位注意，佳木斯站报告，卫星已不进。根据遥测显示，各系统工作正常，具备姿态机动条件。马上按照预案，发送卫星对地定向指令训练。卫星已进入对地定向模式，姿态正常，各系统参数正常，具备继续执行在轨任务条件。老李啊，感谢你们和我们一起抢救了这颗卫星。哎，这是我们的责任，木星人嘛，卫星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嘛。对。还得让这帮年轻人早点休息了，这几天都没怎么睡。不错啊，你们所的年轻人都好样的。你们单位的也一样，都是很优秀的年轻人，敬业、执着、有理想，是我们航天未来的希望。你这出去浪了1个月，脑子倒没荒废，想法总是快人一步。商业互吹。关总的轨道仿真计算能力也十分惊艳啊，李主任都要当场挖角了。好事儿，也让老胡紧张紧张。不过卫星的寿命还是受到了些影响。
还是能超过设计寿命的，只是本来应该超过更多。能救回来已经是万幸了。这颗卫星是你参与设计的第一颗型号，也是咱俩第一次合作啊。嗯。知道我第一次见你是什么感觉吗？嫉妒吧，挺明显的。嘿，刚见你的时候，我想哟，来了一个门面。结果没过多久，就给了我一份细化的信息流接口大图。我心想，行啊，这才貌俱佳，堪为良配呀。注意用词，别给我们工科生丢脸，行吗？咱俩谈谈钱吧。老师跟你说了，张院士给我打了电话，希望我能够旁敲侧击。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或者跟你家人有关？哦，对了，我记得你上次接了家里一个电话，第二天就有点不对了。家里没事儿，我就是心杂了。没事就好。哎，我有点好奇，投行真的很赚吗？刚毕业过100万，是不是真的？这个看人看年景吧。08年金融危机前，有人可以拿到。我毕业那会儿，刚从金融危机中缓过来，也还不错。那我要在 Google 也是高薪啊，不说 Google， 在 NASA 也不错。只不过作为外国人，大概我们永远也接触不到核心技术。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不挽留你吗？因为我从来就不认为你会走。我觉得咱俩是一种人，就像我老婆说的，4个字：不合时宜。我还跟他们打赌，你要真走了，我就改名叫关在猪圈。那我合家团圆了，都是兄弟姐妹的。你滚！你跟我不是兄弟啊！哎，有事儿要问你啊，于彤。这卫星故障这事儿呢，谁都说不准。我们用了5天就解决了。花好几个月时间的也有。如果真是好几个月，投行会等你吗？还是你不管这边，甩手走人？哟，快5点了，你嫂子都该起床了。对了，你和嫂子最近没事吧？能有什么事儿？啊，她有个师妹，想给你介绍一下。上次看了一下咱俩的合影，就打听你有没有女朋友。你说这人要长得帅，真是赚便宜啊！你嫂子当年追我追的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往婉拒了吧？真不用啊，我可见过，挺漂亮的。不用了。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姑娘。啊，挺机灵的。有点皮。
刚刚休假认识的？不是，是高中同学。高中同学，那怎么现在才谈啊？我以前判断力不行。啊，没再谈。不会吧？不会是人家不喜欢你吧？啊？我觉得不至于。老道不老啊。门怎么锁了？哎，人也没有，可能去忙了吧？再等等。啊。哎，再过10分钟，你嫂子就该起床了。等会儿给她打个电话报个平安，省得一进去啊，这暖气一吹，见床我就着了。哎，先歇会儿。玉托，离职的事情，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你是属于航天的，幸好这次我没事儿，不然家里这点钱真经不起花呀。这种时候就觉得孩子也不用太有出息，还不如就在老家小城市里找个工作，不然干金融也行啊，好歹时间还自由一点儿。哎，有个事儿要问你啊，玉托。如果真是好几个月，头还会等你吗？还是你不管这边，甩手走人？玉托，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不挽留你吗？因为我从来都不认为你会走。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你继续做一个航天设计师。可以给嫂子打电话了。